中国的疑似第6代战斗机频频被拍到，不止一款，而是至少2种不同的设计。相比之下，美国的 NGAD、欧洲的 FCAS 和英国的 GCAE 这些6代机计划连原型机都没见到。那么问题来了，中国的进展，西方应该担心吗？首先，我们要厘清一个概念，第5代战机是目前世界各国的主力隐形机型，比如美国的 F-22、F-35， 中国的歼20、歼35，而所谓第6代战机，目前各国都还没有定论，大体上它会在隐身、超音速巡航、人工智能、无人僚机协同，甚至是高能武器这些方向实现突破。但究竟谁能最先飞上天空，现在还没有明确答案。中国建议最成熟的隐身战机就是成飞的歼20和沈飞的歼35。歼20是一款双发全天候的隐形制空战斗机，2011年首飞，外界推测产量超过300架，成为解放军空军的中坚力量。而歼35直接对标美国的 F-35， 是一款双发多用途战斗机，可以上舰，也能在陆基机场起飞，未来将逐步替代老式的苏27、歼15等机型。不过歼35目前产量还很有限，还处在试用阶段。真正让外界震惊的是近1年来被拍到的几种疑似第6代战机的原型。根据多方照片和情报分析，大致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被坊间称作歼36的大型隐形机，它在2024年底首次被拍到，采用无尾飞翼布局，可能具备3发动机设计和并排双座驾驶舱，但目前尚无确凿证据。它的机翼后缘布满控制面，意味着设计者试图解决飞翼机型机动性不足的难题。有分析认为，它可能是一种重型多用途平台，既能作为远程制空战机，也能执行打击任务，甚至有人推测它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中程隐身轰炸机。不过，这些猜测都没有官方确认。第二类被称作歼50的中型隐形机，它比歼36要小，采用双发布局，具备推力矢量喷口和特殊的栏目打形机翼设计，还带有可动翼尖，这些特征明显是为高机动性服务。因此不少专家推测，它就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6代制空战机候选。最初有人怀疑它是无人机，但后续照片显示它确实有驾驶舱，说明至少目前还是有人驾驶为主。第3类则是军迷们心心念念的轰20，这款由西非研制的大型飞翼轰炸机，长期以来只存在于概念图中。但最近曝光的卫星图像显示，有媒体和分析人士推测，中国可能已造出原型机，但真实性尚未得到官方确认，也不排除是某种大型无人机或试验平台。除了这3类之外，还有一些零散出现的疑似6代机或无人机原型，比如今年8月曝光的另一种神秘机型，被外界称作歼51，它的外形介于歼36和歼50之间，有可能是并行竞争的方案。毕竟美国在研制 F-22 时也曾经有过 YF-22 和 YRF-23 的2选1对比，中国可能也在走类似的路径，通过多型对比试飞，最后筛选出最优方案。看到这里，很多人会问，难道中国的6代机已经超越美国了吗？事实上，这个问题的答案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美国空军虽然没有公开展示原型，但外媒援引美军高官的话称， NGAD 计划在2020年前后进行过一次原型机试飞，但具体型号、状态和性能都没有公开。而且，美国在航空发动机、航电系统、人工智能和协同无人机领域依然保持领先，只不过美国对试飞保密的更严，而中国的试飞场地更容易被民间爱好者拍到。因此，更合理的判断是，中美在6代机研发上处于同一时间段，但各自选择了不同的保密与公开策略。部分西方媒体和分析人士表现出震惊，但情报界应该清楚，中国正在快速追赶。那么，西方到底要不要担心？从战略上说，他们当然会担心，因为一旦中国的6代机进入实用化阶段，将大幅提升在亚太地区的空中优势，尤其是配合歼20、歼35、轰20和各种无人作战平台，形成完整的隐身机群体系。这对依赖 F-35、F-22 以及 B-21 的美军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但从技术角度看，
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而我们对这些六代机的具体性能几乎一无所知，照片只能告诉我们外形，无法说明雷达隐身效果、航电系统先进程度、发动机推力水平等关键数据。就连美国的 B-21 和 NGAD， 目前外界也没有确切的参数。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中国六代机比美国更强，或者美国远远甩开中国，这些说法都不靠谱。科学的态度是，六代机竞争已经全面展开。之所以我们的进展显得快，是因为更开放的民间拍摄和网络传播，但最终胜负还得看谁能最早实现大规模量产，并且在实战中表现稳定可靠。这场六代机竞赛才刚刚开始。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美国曾费尽心力在中国周边打造了一个反华联盟，但美国的政治人物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中国居然能靠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外交手段化敌为友。这个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完成华丽转变的组织，就是今天的东盟。今天的东盟已经成为了中国发展之路上的好伙伴、好朋友，但很多人都想象不到，这个组织其实是一个由美国牵头打造出来的反华联盟。上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革命的风潮席卷东南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的共产党更是趁着这个机会迅速崛起。越南的共产党武装也和美国扶持的傀儡政权打成了一片，眼看着整个东南亚都有可能变成共产党的天下，美国再也坐不住了，出手干预东南亚地区的局势。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便带着自己的盟友国家参加了越战。受到美国的影响，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也纷纷加入了反共的阵营。1961年，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一起宣布成立东南亚联盟，东盟组织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之下，东盟组织的任务非常明确，该组织就是要将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团结在美国的反共大旗之下，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敌对措施。1967年，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也加入了东盟组织，两国这样的举动也相当于是向东盟组织背后的美国表明了自己反共的态度。当时的东盟组织成员国或多或少都与已经退守台湾岛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有一些往来，此举不仅仅是在帮着美国反共，更是在赤裸裸地表现反华的立场。在加入东盟组织之后，印度尼西亚的领导人苏哈托立即在国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排华运动，新加坡领导人也宣布大面积关停本国的华文学校。而菲律宾的领导人费迪南德·马科斯更是与美国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在马克思当政期间，菲律宾成为了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反共桥头堡。尽管当时的中国秉持着务实的态度，想与东南亚各国改善关系，但奈何美国对东南亚各国的政治控制得太紧，中国始终没有找到破局的办法。但国际地缘政治局势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争霸赛很快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也迎来了改善的契机。而随着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广泛、越来越紧密，东盟内部也逐渐产生了一些亲华的政治力量，这也促使东盟内部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改变。上世纪70年代，美国在与苏联争霸的进程中处于劣势，而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也迅速恶化，此时的美国不得不寻求中国的帮助。这个时候，中国和美国之间开始频繁展开交流与接触，而中国更是瞅准时机，开始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慢慢的展开非正式交流，这相当于是为双边关系凿出了一道难得的希望之光。虽然当时的美国非常迫切的希望同中国改善双边的外交关系，但当时美国政府的主要目标依然是与苏联争霸，这使得美国放松了对东南亚各国的控制。对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交往，美国政府也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因为美国认为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从意识形态上来看依旧是对立的，双方不可能迅速走到一起。而且随着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国开始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展开经济交流，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交流也被限制在经济层面，这在当时的美国政客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是经济交流只是政治交流的先导动作，随着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经贸联系变得愈发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政治交流也就变得不可避免了。特别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东盟曾经做出过几次扩员的决定，文莱、越南、缅甸等国相继加入了东盟组织。这些国家并不像东盟的几个初始会员国一样怀揣着反共和反华的想法，所以自从东盟做出扩员的决定之后，东盟内部的反华力量其实就已经被逐渐分化和稀释了。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陆续与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合作关系。在双方关系逐渐缓和之后，新加坡也开始恢复了境内的华文教育。新加坡官方表示，他们希望能够在新世纪推动新加坡民众重视华文教育，并增加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的影响力，因为新加坡从来就不是一个西方国家。可见，中国与新加坡的交流已经影响到了新加坡社会的方方面面。到了本世纪初期，中国已经在东南亚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一些东南亚国家开始在外交领域逐渐倾向中国，东盟也从一个美国牵头构建起来的反华联盟，变成了与中国友好合作的多边合作平台。但作为东盟曾经真正的幕后掌舵者，美国无论如何都不会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势力撤出东南亚。在中国逐渐与东盟各国改善关系之后，美国的政客也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氛。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执掌大权后，美国开始逐步重视起了与亚太地区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美国这么做显然是想重新夺回对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但此时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与之前已经大不相同了。此时的东盟不仅不会像过去一样继续在美国的反华战略当中充当棋子，反而还会直接拒绝美国提出的一系列不合理要求。更重要的是，随着双边交流逐渐深入，东盟各国也逐渐意识到了一点，只有中国才是东盟各国真正的朋友，也只有紧跟中国的脚步，才能让东盟各国实现真正的发展。中国东盟一家亲已经成为了不可阻挡的时代大势。自从美苏冷战结束之后，各国就已经不再将意识形态对抗作为优先考虑的政策方向了。比起意识形态对抗，各国显然对发展经济更有兴趣。在与中国的合作进程中，包括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成果。曾经的美国给东南亚各国带来的只有无休止的混乱以及令人窒息的社会氛围，但如今的中国却给东南亚各国带来了发展的希望。两相比较之下，大家都知道该怎么选择。在美国政府下定决心重返亚太之后，美国不断地挑动越南、菲律宾等中国周边的东盟国家在领土问题上向中国发难。美国这样做显然是准备将对抗的氛围重新带回东南亚地区。但今天的中国也已经掌握了足以令敌人胆寒的军事力量。在这些硬实力的面前，任凭美国怎么挑唆，中国周边的小国都始终无法翻起风浪。在今年10月举行的东盟峰会上，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就想要借助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矛盾，不断炒作反华议题，但小马克思却遭到了其他东盟成员国的无视。随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准备借助南海问题给美国主导的反华攻势加一把柴火，但紧接着布林肯就听到了一系列相当刺耳的声音。泰国的新任总理贝通坦直接向东盟各国发出呼吁，称希望各个东盟国家能够团结起来，不让东盟组织沦为外部势力的棋子和地缘政治对抗局势下的牺牲品。事实上，渴望与中国保持合作并在中美之间采取中立政策的东盟国家绝不仅仅只有泰国一个。在印度尼西亚的新任领导人普拉博沃上台之后，他也对中国发出了渴望合作的信号。中国的邻国越南也一直在积极地寻求与中国合作的机会。看来，当前绝大多数东盟国家领导人的眼光和头脑都是清晰的。美国以及少数想要借助相关议题兴风作浪的国家，注定是孤掌难鸣。今年前7个月，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额已经达到了5520亿美元，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长，可见双方的合作潜力依然巨大，还有更多的领域等待着双方共同开发。中国商务部更是明确表态称，今后我国将继续加强同越南、印度尼西亚、老挝、泰国等东盟国家之间的合作，让中国和东盟获得更多的合作机会，携手走向更好的明天。东盟组织已经从中国的敌人变成中国的朋友，这份成果中既有中国外交团队做出的不懈努力，也有各个东盟国家领导人在时代大背景下对本国前途和命运的思考。而东盟对中国转变立场的动作背后，折射出的更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走向团结，逐步建立新型世界秩序的伟大历史进程。旧的时代秩序终将成为历史，一个充满机遇与希望的时代正在快速到来。